自家的中档手机和它的旗舰手机比会有多大差距呢？ Redmi K80 至尊版对比小米15 Ultra， 本期就来看看它们的对比。本期的看点如下啊，你还别说啊，还真有惊喜，有反转。作为聊影像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把自己拍摄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啊，是你们真正的带着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更要感谢的是那些为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这种操作对您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的摄影环节就看看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样台设备的表现吧。那这样台手机从后摄的豪华程度上来说呢，看起来就差了很多，是吧 ？Redmi 这边只有主摄跟超广角，但是15 Ultra 这边呢有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和4.3倍的2.1像素长焦。现在是 Redmi 的拍摄界面，它有 0.6 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和2倍的数码变焦，2倍呢就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最远的数码变焦呢能到20倍。15 Ultra 的拍摄界面呢 0.6 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2倍的数码变焦、3倍的中焦和4.3倍的长焦。最远的数码变焦呢可以到120倍啊，当然这里就不推荐大家用了啊，因为实际拍摄出来的画面呢是很糟糕的，包括前面 Redmi 的20倍数码变焦也是如此。在拍摄界面的左上角是2种大色彩模式，徕卡生动、徕卡经典的切换按钮。这个色彩模式的切换呢，也是 Redmi 没有的。现在看到的照片就是 Redmi 的直出效果跟15 Ultra 徕卡生动、徕卡经典2种色彩模式的成片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可以说一下更喜欢什么样的色彩风格。那这方面呢，大家就不用去追求什么真实还原了，什么接近肉眼了。尤其是15 Ultra 那边啊，它都模仿相机的色彩风格了，哪还有什么接近肉眼可言呀？那接近肉眼哪还来的风格呀？风格都是偏色偏出来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准的拍摄设备，也没有绝对准的显示设备，再加上人跟人也不一样，大家就寻找自己喜欢的拍摄风格就行了。两台手机的系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下边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在影像、在光学方面的表现了。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从参数上看，差距还是有的。15 Ultra 的感光器更大，而且光圈也更大。先看第一组对比样片，测试方式呢就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两边的颜色区别还是挺大的，对吧？那么颜色呢无关紧要啊，颜色都是可调的啊，注意啊，是可调，不是必调。你可以说所有人拍完之后都不调，但颜色依旧是可调的。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看解析力。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15 Ultra 的更强一些。但是别着急 ，Redmi 这边也有惊喜，比如说换了一个场景，再对比一组的情况下，这回解析力的差别呢，虽然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啊，但是 Redmi 的暗部细节呈现比15 Ultra 又更丰富了一些。而且在主摄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下啊，没错，它俩的主摄最高像素都是5000万像素的。
在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下 Redmi 这边的表现还真不错啊，尤其是这个场景，它的解析力还超过了15 Ultra， 这点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而且这还不是个例，换了一个场景，依然是 Redmi 的表现更好，解析力更高。那这点对于 Redmi K80 至尊版的用户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啊。但是来到了反映镜头制造成本的环节， Redmi 的表现就比不上15 Ultra 了。Redmi 的感光器呢更小，其实更小的感光器呢是更有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但是无论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边角画质的把控能力方面呢，还都是15 Ultra 的更好。那么15 Ultra 的镜组的制造成本肯定是更高的。再说超广角镜头，从参数上说呢，原生像素是15 Ultra 的更高，但是 Redmi 那边的感光器尺寸呢，厂家是没有公布的，是不是觉得感光器太小了，说出来有点丢人啊？但是呢，还是应该公布一下啊，别藏着不说。看对比样片，颜色的差别还是有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风格呢？那么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 Redmi 拍不到的范围。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15 Ultra 的确实要更强一些。再看一组对比也是如此，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15 Ultra 的更强啊。Redmi 的超广角呢就是800万像素，15 Ultra 呢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在15 Ultra 的高清模式下呢，解析力肯定是比 Redmi 要强的，只不过这个强的幅度呢，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夸张。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综合左上角和右上角的表现，两边就说差不多吧。我估计下一代产品啊，16 Ultra 应该在超广角方面发力了。那再说中长焦镜头， Redmi 这边啊是没有中焦跟长焦的，15 Ultra 这边呢有3倍的中焦镜头和 4.3 倍的2.1像素长焦镜头。对比样片呢，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这个环节呢，也就是 Redmi 最有可能跟15 Ultra 打一打的环节了。那结果在解析力方面呢，也没有15 Ultra 的高啊，还是15 Ultra 的更强。那3倍的对比也没有悬念了啊，虽然说它们成片的颜色差别还是挺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但是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15 Ultra 的强啊。那现在就是 4.3 倍的对比了， Redmi 呢还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15 Ultra 是 4.3 倍的光学焦段，解析力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呀。而且15 Ultra 的 4.3 倍还有2.1像素高清模式，那对比 Redmi 这边解析力的差别就相当巨大了。最后再看一组10倍数码变焦的吧， Redmi 这边是主摄的10倍数码变焦，15 Ultra 呢是 4.3 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的区别也是天壤之别。再说微距拍摄， Redmi 这边我没有找到什么微距拍摄模式，就是用2倍数码变焦直接拍。那么15 Ultra 这边呢，可以用主摄去拍，但是这时候呢，它是超广角的数码变焦啊，也可以用中焦3倍镜头去拍微距。那么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Redmi 的2倍数码变焦跟15 Ultra 的超广角数码变焦的对比。在微距方面呢，你还别说啊，我感觉 Redmi 的还更强一点。那现在呢，15 Ultra 呢就是用3倍镜头直接拍微距了。这个时候在解析力方面的优势啊，以及在色彩方面的优势呢，都是要比 Redmi 这边强的。再说前摄，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你还别说啊，在前摄自拍方面 Redmi 的表现还真不错啊，无论是颜色呀，还是清晰度啊，还有磨皮美颜的程度啊，自然程度啊，它的表现我怎么感觉比15 Ultra 还要好一点点呢？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喜欢 Redmi 这边的打1，喜欢15 Ultra 那边的打2。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最近呢我有点过敏，眼睛啊、眼皮啊、鼻子都是肿的啊，不用怀疑我17岁的容颜，我平时的长相还是比较温婉，肌肤是水嫩的。那么这两台手机在前摄录像上的表现呢，要不是有一些光影变化啊 ，Redmi 那边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一旦有光影变化呢，还是能看出15 Ultra 这边的表现更稳定一些。再说人像拍摄的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阴影里，光线呢比较柔和，两边的表现呢各有各的风格，都还说比较不错，甚至 Redmi 这边的效果呢我更喜欢一些。
但是换了一个对人像拍摄非常残酷的场景之后呢，这个场景呢就是阳光直接打在人物的脸上，你看 Readme 的表现就扛不住了啊，还是15 Ultra 的表现更稳定一些。你说 Readme 那边的样片要是拍女孩的话，那不得引起战争吗？再说蜘蛛扩张度的对比，先看15 Ultra 这边啊，现在的系统版本在徕卡经典、徕卡生动这两种大色彩模式下，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后面的对比呢，两种色彩模式就随机选片了啊，就不用再特意说明了。那 Readme 和这次15 Ultra 在扩张度环节的对比中呢，很多场景下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细节呈现方面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呢都很好，亮部可以亮得上去，亮上去的同时呢，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也都做得很自然，有云层的时候，云层的细节呈现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暗部可以按得下来，按下来的同时呢也能保留细节，没有偏色也没有发虚。那简单来说呢，作为价格实惠的中档手机啊，它的表现和旗舰机在这方面已经差不太多了。再看夜景的对比，那在这些普通城市夜景环境有强光有阴影的测试场景中，两台手机的主摄跟超广角也展现了比较接近的水平啊，而且有些场景 Readme 的表现反而会更好。比如说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还差不多，但是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呈现是 Readme 的更好。那么这个场景呢，注意看灯箱里边的小字24小时那个小字啊，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细节呈现都是 Readme 的表现更好。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直出问题，这两台手机都出现了一点小情况啊。比如说这个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两个在亮部细节呈现方面都不足，这是因为在直出的情况下，它们的 HDR 可能都没有怎么工作啊。这个时候只要打开相机界面的自动夜景就可以了，亮部细节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时候又带来了新问题，就是如果你养了小宠物或者你有孩子的话，在暗光下拍摄这些好动的小可爱的时候，一旦触发了自动夜景，那肯定会拍虚的。那来到城市昏暗的环境，主摄的表现是15 Ultra 的细节呈现更好，超广角呢是 Readme 的表现更好。再看中长焦的夜景对比，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效果，两边的细节呈现上呢就说差不多吧，但是到了3倍以后啊，细节呈现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那 4.3 倍的对比呢就更没有悬念了啊，细节呈现肯定是15 Ultra 的更强。那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啊，细节呈现肯定也是15 Ultra 的强啊。再看3倍在昏暗场景的对比啊，细节呈现依旧是15 Ultra 的强，只不过这个时候15 Ultra 呢，它的3倍也不是光学镜头拍摄了，也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但是到了 4.3 倍呢，15 Ultra 又回到了 4.3 倍光学镜头直接拍了，就不用主摄数码变焦了。那解析力上呢也没有悬念啊，15 Ultra 的更强。那同样的10倍数码变焦呢，肯定也是15 Ultra 的强啊，就不用放大了，一眼就看出来了。来到真正的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啊，看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到底怎么样。那么第一个场景呢，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表现呢就是15 Ultra 强，超广角也是如此。健身器场景主摄的表现，你还别说啊，在细节呈现方面 Readme 这边还是可以的啊，但是细节呈现呢肯定还是15 Ultra 强。注意看后边那个运动的人都拍虚了，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在极暗环境下触发了自动夜景，你在拍摄一些好动的小动物啊、小孩子的时候肯定会虚。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15 Ultra 的更好。鼠人小鹿场景主摄的细节呈现没有悬念，15 Ultra 的更强，超广角也是如此。最极限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细节呈现没有悬念，15 Ultra 的强很多啊。Readme 那边作为中低档手机已经很不错了啊。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15 Ultra 的更强啊，但是这么暗的场景呢，超广角肯定也派不上用场了。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效果那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效果都很好。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啊，两边依旧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你看两边的效果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清晰度啊、防抖啊、解析力啊都挺好。现在是3倍焦段的对比，你还别说 Readme 那边就靠着主摄的数码变焦效果也是不错的啊，但是就论解析力的话，那肯定还是15 Ultra 的更强啊，毕竟人家是光学镜头拍的呀。
但是到了 4.3 倍呢，这个清晰度跟解析力的差距就比较明显了啊。15 Ultra 这边的优势呢是很大的。那到了10倍焦段的对比呢，就更没有悬念了，这清晰度跟解析力的差距呢就相当明显了。而且 Redmi 这边的最远录像的焦段呢是10倍数码变焦，15 Ultra 最远呢是30倍数码变焦啊。那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它们的对比。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对比啊，开头呢可以看出来 Redmi 呢有点眩光啊，鬼影呢两边都有，但是整体的清晰度啊、防抖的效果呢，Redmi 这边的表现已经不错了。超广角的表现呢，你要细分析呢，肯定是15 Ultra 的更强，但是这俩的效果呢，也已经可以说是谁也甭说谁了。现在是3倍的录像对比啊，只能说 Redmi 这边的表现就说可以了啊，效果看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清晰度、解析力肯定是15 Ultra 的更强啊。现在是 4.3 倍的对比，结果呢没有悬念，肯定是15 Ultra 的更强。但是15 Ultra 呢，在亮光的部分出现了重影和鬼影的效果，而且它又出现了拖拽的感觉啊，这可能跟它自动帧率的录像有关。到了剪辑软件里呢，就会出现这种拖拽效果。现在就是10倍的对比了，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Redmi K80 至尊版在售价方面肯定是比较实惠的中低档手机了，它在硬件配置方面呀，还有售价方面，跟小米的旗舰机15 Ultra 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对比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只要某些项可以占平 ，Redmi 这边就已经算胜利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一开头的主摄在高清模式下的解析力，Redmi 就战胜了15 Ultra， 那这简直是大胜啊！虽然说在后面很多的环节里呢，Redmi 是没有悬念的落败啊，那是因为它确实是没有悬念，对吧？那么在结尾呢，大家可以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哪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呢？喜欢 Redmi 这边的打1，喜欢小米15 Ultra 这边的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